寸之地，碾落做成泥。冷眼照风雨，楚河我自知己，叹命运。只见众生如雨，黄沙淘尽。 见如织，举壮志，算如意，步步险中意，纵使真剑气，一命破残局。举壮志，浪落雨，缓缓虚实境，天地作棋。 九弟今日在朝会之上，很是威武。杀朔漠王的事，是我擅自决定。可显然你也不会悔改。从小到大，你可曾听见我说一个悔字？你心意已决，我也不拦你。拦也无用。只是在此之前，有件事先办了吧。 你母亲的牌位可以入谢氏祠堂。你说什么？九弟，你不是一直想你母亲入宗祠？如今时机正好，你也可以入族谱。你和你的母亲，往后就是名正言顺的谢家人。 不必了。名正言顺谢家人的身份，全族的认可，这些你都不要了？我曾经一直以为，此乃我毕生所求，但是现在，现在如何？我母亲不需要谢家香火的供奉，我也不需要谢家族谱的认可。 更不需要什么名正言顺。我知道自己是谁，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这一足矣。看来九弟经历这一遭，确实跟以前变得不一样。既你心意已决，也罢。谢三，5年前。 你给我签鸡然蝎饮的时候，你可知道，吃了这药会死？这个唯有咱们谢氏嫡系才能见的秘药，有回阳救逆之功效。你把它带在身上，以备不时之需。 九弟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是我的弟弟，我自然要关心你的行踪。
此次前来找你，就是要接你回家。不必了，这云中郡，风里来，沙里去，靠本事活着，挺好的。公子好心护你，已经这般不识抬举，你当真以为楚灵信得过你？他若知道你是谢家人，你还能留在边郡？老头不会的，他只在乎我能不能提刀杀敌，能不能守好这云中郡。至于我姓谢还是姓傅，他不在乎。楚灵手握20万边军，他若想动你，你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。当真要动，我本就一无所有，何惧输赢？看来这就是你的选择。若我说不迟，你可信？谢燕来这小子先斩后奏，怕是惹恼了谢艳芳吧？错了，谢艳芳根本不在意谢燕来是否先斩后奏，她养的狗太多了，偶尔一只叛主，也属正常。那他在意什么？谢燕来连立战功，在军中威望正盛，再这样下去，与谢艳芳的声望可谓此消彼长了。这才是谢艳芳绝不能允许的事情。看来谢家要起风了。谢三公子何许人也呀？以他的博弈之术，怎会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呢？此事必然还有转圜之机，我们也无需操心旁人。今晚的家宴可准备妥当？太傅放心，都已备妥。说好的100两黄金，怎么只给50啊？小崽子若不是谢家的种，值得老娘赔半条命生他。就这一夜的风流，哼，能得50两黄金，我看啊，那都是你占了便宜。你说那孩子就算再是谢家的种，那他也不过是一个私生子，你当啊是养状元郎少爷呢？赶紧把那孩子给我送回去啊，别耽误了我晚上的生意。娘，儿啊，你长大了也该懂事了。这谢家才是你的福地，以后在这吃香的喝辣的就行了啊！哎，我说你这孩子你看啊，娘不走，放手好不好？娘去买几匹料子，给你做新衣裳。娘真的不走，你看这天色不早了，一会儿不装该关门了啊！哎，乖。这便是九少爷吗？哎，是，你看都是少爷了，怎么能穿这么破烂呢？娘去给你做几件新衣裳，你等着啊。哎，这孩子叫什么名字？随便你们爱怎么叫怎么叫好了。娘，好久不见。小时候，我
我以为你去买衣裳了，便在谢家的台阶上一直等你，从早等到晚，等到糖葫芦都化了，新衣裳终究是没有等到。后来，他们骂我是寄生子，说你是下贱人。我拼命读书，拼命习武，无论是什么样的苦，我都不觉得苦。我就是希望能够有朝一日，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谢家人。我希望他们可以高看我一眼，我也希望有一天，你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谢家祠堂。为了这些，可以忍辱，可以拼命，就算是做谢家的鬼，我也觉得比飘零的富酒要幸福一些。我一直以为只要有一天我出息了，他们就不会再轻贱我们，可原来你早就不要我了，对吗？可我从未恨过你，直到现在，我也未曾恨过。你生我时疼过，养我时难熬过。或许，在你离开我的那一天，也曾咬牙哭过，对吗？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，在这世上，不是所有的事情只要争口气就能换来的。娘，我遇到了一个人，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他叫阿昭，是他让我明白，谢家的身份没那么重要，我就是我，也是您的孩子。阿九，不要难过。说来奇怪，从前的谢雁来，应该不屑，也不要这些无用的安慰。但是如今的阿九，应该很需要听到这句。不要难过。以前不要，是不敢要，也是要不到。谢家的身份，至亲至爱，都求而不得。所以只能假装自己不屑，这样心里的痛楚和不堪才能减少一点。但现在不必这样了。是啊，不必如此了。我已经知道我是谁。无论是谢雁来，还是傅九，我就是我自己。你是我的阿九。人生在世，能有选择的自由，
也是最大的快乐。你现在这样很好，可你如今处处被掣肘，若杀朔漠王，困局可解。那是我的困局。你要杀朔漠王，为何不提前与我商量？不需要商量，你定然不会让我去的。我阿爹和朔漠王缠斗数十年，你可知杀朔漠王？阿昭，我知道你担心我，但这次就让我为你做一些事吧。我阿爹说，铠甲是军人的第2条命。以前你从不穿甲，是因为你觉得你这条命不值得护。但是现在，我要你穿上它。我要你知道，有人等你活着回来，就像当年我阿爹带你活着走出大漠一样。断肠苦事残烧，嫌你招，偏要趁云霄，摘下傲骨悬你发誓对着我阿爹。风霜万里踏过，人等作孤岛，半生飘摇，只因天涯无处停靠。星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活着回来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欲渡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以楚将军的铠甲为证，无需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此生不死，必当归还。冲破天光一刀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现来近来形势愈发不受控制，今日竟在朝堂上公然立下军令状，誓要诛杀朔漠王，惊得群臣哗然。它本就不是笼中鸟，如今翅膀硬，自然是要飞。那个人回来了，已知楚都，听闻近来在边郡军中威望甚高。那就好。看来是时候让下一位将星登场了。梁公子回来了！梁公子回来了！快！梁公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哎呀，什么梁公子，现在是梁将军，地下清风的游击将军呐！您是？哎呦，梁将军，我是您黄大哥呀！梁将军，您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一声？兄弟们要十里相迎啊！是啊，是啊，说的对，就是咱们梁府的大英雄啊！别在这站着了，咱们进府吧。上，来，请里边请。爹，
我任将军不过半日，梁府的门槛都要被踏破了，像是突然之间冒出了许多亲朋故友，他们热情地招呼着为再见的我而热泪盈眶，但其实我对他们都没什么印象。但无妨，很快，全楚都都会知道，梁家将因我而光耀。殿下这蜜馅儿都快溢出来了，甜的齁人，是给谢统领，哦不，是给傅九将军备的吧？他这一趟着实让人忧心，要不然我给他起一卦吧？不必，他从来不信命。寨子的信，萧南郡商队的旧档查到了。果然，魏家村大火前3月，这支商队曾接到6次。殿下怎么突然查多年前的旧案？阿九查到，魏家村大火因火油而起，火油很可能是朔漠借萧南郡的商队运送。从这旧档来看，萧南郡商队接到6次，每次运送的货物却寥寥可数，这根本不像是一个正常做生意的商队应该有的样子。一定另有所图。图什么呢？魏家村除了几十口村民，就剩周遭这荒山野岭了，能有什么是他们要图的？看来阿九说的没错，朔漠勾结萧南郡火烧魏家村，目标其实就是苍木寨。确切地说，是我娘。揭开我娘朔漠女将的身份，就是对付我阿爹最好的武器。一旦事情暴露，边军军权必当易主。这对萧南，对朔漠，都是好事一件。既然萧寻父子不惜与虎谋皮，那就让他们尝尝被野心彻底反噬的滋味。为何要约在这儿？因为阿昭有好多话想跟你说，但长公主不方便。多放了1糖，更甜。你做的？嗯。那不吃也很甜。阿九竟也学会说情话了。我会的，比殿下知道的更多。不许不吃，连夜做的呢。第一次见你穿铠甲，当真少年将军，英姿勃发，
怪不得云中郡的女娘说你好看呢。云中郡的女娘没你说的好听，长得没你好看。你别忘了答应过我什么。忘不了。等我回来，我把它还给你。还？完璧归赵，连人带家。你若不信，口说无凭，以此为证。光随着写意，弹掌心谁的蝼蚁？提起踏过烽烟的归墟，借长风撞破晨曦。斑斓的生命，浸润着泪滴，翻涌着黎明。燃烧直到全都枯萎，用疼痛赞美，给夙愿机会。奔赴最透彻的粉碎，送余生奉陪，从思念成灰，也无畏。徘徊在尘世。阿昭，你本就应该是这样，翱翔9天之上，而我只需倾力托举。一伤痕到位，唤醒花不坠。奔赴最不实的结尾，写一场梦醉，爱转看年岁，尘封杯。阿唐，你特意来见我，这是要去找伯父伯母了吗？阿昭，我原本以为像你一样，在朝堂上翻云覆雨才是真正的痛快，可看透了那些明枪暗箭，我才发现，当英雄啊是痛快，但或许并不适合我。我从小就想嫁个好男人，在自己的后院过一辈子相夫教子的日子。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，是因为阿昭你，让我知道，身为女子，原来可以做这么多事。即使我无法居于庙堂之高，但江湖之远，总能出去瞧一瞧的。来，这几日文会，我才真正明白，原来让那些像我一样的姑娘们有机会崭露头角，比我自己出风头还让人欢喜呢。所以我就想着把文会带到别处，让更多女子知道，她们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，她们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天地。那这江湖可要因你而精彩了。
大人就这么让谢燕来走了？傻孩子，这朝中想杀谢燕来的人可太多了，根本轮不到我动手。哦，比如呢？你怎么忘了？谢家那位名动天下的君子了。大人是说谢艳芳？若是朔漠王的头那么好砍，楚灵在边军20年都做不到，他谢燕来行？假设谢燕来当真做到了呢？那就更不能留了。一条为自己马首是瞻的狗，连续2次违逆自己的主人，谢艳芳更不能留他。谢燕来在谢家已经是一枚弃子了。又想算什么？想给将军算算，哎呦，想起殿下告诉我，将军不信这个，那就别多事了。可是前路艰险，而且殿下发过誓，一日为长公主，便一日不成亲不生子，不让长公主之权旁落任何人，也不应己任何人。若有违誓言，我是怕殿下若真陷进去，日后应了誓，那就更别算了呀。谁说殿下就不能爱了？那倒也是。俗话说，天地姻缘一线牵，情之一字，最是强求不到，却也最是避无可避呀。但社稷在前，黎民在后，这些都该重于儿女情长。可是若连自己的心都要禁锢，那与提线木偶有何区别？区别就是木偶身不由己，而我拥有选择的权利。他为我赴战场，我便守好朝堂。这江山我会守护，还要让他固若金汤，才能护我所爱之人周全。这便是我的选择。自上次望城经历围困后，城中百废待兴，朝中十分重视，于是筹划开通望城商道。商道既已开，当设市舶司监，掌管商事。此职需精通边贸。谢大人既有人选，不妨各见贤才，请陛下圣裁。臣举荐谢氏门生赵肃，精通边贸商路。臣保举太傅门生周明，曾掌禾草转运。此事事关重大，还请陛下与长公主圣裁。太傅与谢卿皆为古宫之臣，门生各有所长，不如共掌如何？太傅门生周明精于财税，谢卿门生赵肃通晓边贸，二人互补，正合其用。估准了。你周明、赵肃统管边贸税赋，通关勘核。本宫有一补充：望城商道运输事关边防，本宫提议，特殊货品需经由本宫审批方可运送。长公主所指的特殊货物是火油。世子，楚昭那边不知从哪弄来萧南郡旧年的运输账簿，今日早朝竟当庭奏请，
往后火药调动，须得经由长公主批准。他又是从何处知晓此事的？我不是早就说过吗？赵部之事，不得再出任何纰漏。世子，处长那边盯我们盯得太紧，我们实在是防不胜防。他接连出招，不过是想逼我自乱阵脚。火油一事，姑且作罢。你去派人紧盯太傅府，有任何异动即刻来报。邓毅如今是我们最后一步棋了，绝不能再有任何差池。属下这就去办。啊！长公主着令穆小曼为拱卫署指挥使。殿下今日在朝堂提起火油，恐怕萧巡内司就快坐不住了。我就是要让他慌不择路。你看，才过了3个时辰，他就派人去了太傅府。他找邓毅，邓毅自己都泥菩萨过江，被谢艳芳摁着打呢。所以邓太傅在想办法。太傅家宴请的25人，全是国尉、都尉、军司马这般的实权武将。他一个文臣，倒是会挑人。他怕了。谢艳芳手握兵权，本宫掌握着边关铁骑，他总要找几条会咬人的狗，才好在这棋盘上不被踢出局。这是25人的随从，里面包括随侍小厮、护卫车夫，共有72人。哦，对了，新任的游击将军梁强也在太傅家宴的邀请之列。他在边关之时，晋升显然不比常人。那会儿我便猜他背后定有支持，原来是太傅，倒是会选人。邓毅为何会选梁强？他那时不过是望城的一个小兵罢了，毫无根基。正因为他是小兵，才更渴望不择手段地往上爬。何况，他可不是普通小兵。三皇子一案牵扯甚广，梁家本是世家，却因错头而遭满门流放。他从一个锦衣玉食的公子哥，沦为边关小卒，心中岂会无怨无恨？有怨有恨，便会有野心。不错，这样的人，只要给他一丝希望，他便会死死抓住，甚至不惜与虎谋皮。原来这朝堂之争竟有这么多学问，我可得跟着殿下好好学学。殿下，你尝尝我熬的茶吧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太傅家中以及这25人家中的人丁关系，但因为时间仓促，不太详细。家中有马4匹，车5辆，连院子里有几棵树都写上去了，这还叫不详细？小曼，原来你除了会打仗，做其他的事也这么厉害，是我要向你学习才是。其实这也没什么，我之前在仓木寨的时候啊，动手前还要踩点，家里有多少口人，门窗在哪儿，库房、车马等等，这些都要查到的。原本以为你做不来这些，是我小瞧人了。太傅宴席上所谈窥探一多半也都写下来了，但有些机密的话，咱们还没能有机会接触。才开始做这些事情，不用急，慢慢来。你如今是率领700人的拱卫署指挥使，是奉本宫之命监察，行事隐匿是为了不惊扰大家，免生不必要的祸端。但如若被发现，也无需退避。明白。另外，成立拱卫署，除了让一部分龙威军光明正大供你统领，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，那就是监控有关边军的一切动向，务必及时告知于本宫。殿下这么做，其实也是为了帮谢燕来吧？想给他扫清杀树木王的障碍。
就是长公主从边郡带回来的拱卫署女统领。听说单枪匹马挑过树木哨营，很是威风啊。阿强，一会儿有个宴请要参加。如今你虽得太傅亲眼，可这些百年世家不必了。我梁强的功名是战场上挣来的，不是喝酒喝出来的。这回可忒不得，都是世家嫡系。若你应了太傅之邀而拒了他们，定会落人口舌。是啊，军功是重要，但若没了世家支撑，你就是第二个谢延来。难不成你也想为了一个卫将军之位，去立金令状，杀朔漠王吗？公子，梁将军，这是一位客人敬您的酒。妾室敬酒，人不来，算什么敬酒？这酒不是我们店里的，是那位客人亲自酿的。公子，余商到了。问三公子好。这是我家主人命我给三公子的见面礼。这无功不受禄啊！况且你家主人这见面礼也未免太贵重啊。主人说想借个道，久闻谢三公子手眼通天，不知公子能否？不急，去取坛好酒来，给余商接风洗尘。我这个人呢，什么都好，就是这个酒量不太行。说起喝酒，我家主人倒是有些酒量，若有机会，还望公子能够见识一下。请啊。挫败萧丹王后，我们既已得最大利益，为何还要与他合作？朝堂风云瞬息万变，长公主近期的一切举动，无非是想夺回朝堂上的主动。我们也有万全的应对啊。那邓毅，说到邓毅，梁强复兴家族的心思，都快写到脸上了。长公主如今成立了拱卫署，搞得楚都鸡犬不宁。众大人为了自保，反而将邓毅在朝堂上一家独大，这都是长公主不能接受的。我这病一时好不了，朝堂上的事自然交给长公主跟邓毅定夺。是。公子，你喝点清酒汤吧。九弟最近如何了？到哪儿了？一路可还平安？公子放心，该打点的都打点了，该通知的也都通知了。快吃吧，来，拿着路上去。将军，这糕点再金贵，也是给人吃，不是给人看的。您再这么瞧上几日，怕不是要坏了。哎，
谁派你来的？哼！我没有什么耐心。什么意思啊？记得收拾一下。是。当年魏家村大火后，咱们的人晚到一步，在火场废墟里就找到这么多破东西。南魏世子还留了这么多年。上次谢延来在船上，一提到魏家村，便慌了心神，可见这就是他的软肋。若我们真的能够找到那个叫做阿响的孩子，说不定就可以拿捏住这位新上任的魏将军。属下愚钝，只是这谢延来真的会在意这种威胁吗？他会的，毕竟现在的谢延来比之前更像个人了。人就会被一些心软的东西绑住手脚。谢大人奉诏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殿下当心，可别站错了朱砂。三公子病好些了，坐。老毛病了，换季的时候总要闹上几日。不过近日朝堂风波不断，臣却缠绵病榻，不能助长公主一二，特来请奏。三公子何罪之有？臣不助殿下，实则是为殿下着想。殿下若靠谢氏压制邓毅，那在群臣眼中，仍然是依附他人的傀儡。那之前靠自己得来的所有功绩，先帝托付，大战朔漠，勇退萧南王，这些将都不属于你。可若殿下独自收复朝臣，那么便能成为无人质疑的听政论政的长公主，便能成为除太傅和我谢氏之外，朝堂之上真正的第三方势力。三公子当真乐见其成？我一直相信，殿下得到的一切，都是你应得的。那若是我败了呢？那到时殿下自然会想起，谢某还在。话说完，便告辞了，省得将病期过给殿下。三公子安心养病，本宫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从来都相信殿下。他来献什么殷勤？他不过是觉得，鹬蚌相争的戏码该结束了。皇上，谢延来放话，他说半年之内必取您项上人头。谢家小儿倒是狂妄。既如此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他先取我项上头颅，还是我先取他的血，继我朔漠大军的王旗。正下理事舞弊，证据确凿，按大处刑律，已判秋后问斩。
这个郑夏，怎么就判了死刑了？什么？我说，郑夏怎么就判了死刑了？之前本宫询问案件进展，不是说秋后重审吗？既然众卿都不回答，那今日本宫便要好好论论这桩案子。荆州令史属官郑夏被控售卖李氏考题，然则通览全卷并无实证。涉案之人是你的门生，太傅可知此事？郑夏有冤，请殿下重审此案。本宫知道你御史朱勇，你说郑夏有冤，冤在何处？仔细道来。郑夏亲手贴的封条，与令史大人在考场上拆开的，根本不是同一个。这案卷写得清楚，字迹确认无误。郑夏本是左利手，因世俗忌讳，才苦练右手字迹。案发当日，他特意用了左手写封条，虽形似，但笔锋走势不同。那为何不自证？郑夏被捕后，衙役就打断了他的左手，从此再不能写字，无法自证。看来此案确实蹊跷，需重审。朱勇，你疯了！为了郑夏，你连自己的前程都不要了。他有冤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你念着旧情，听他喊一声冤枉，你就信了。他倒霉撞上风口浪尖，那些投河的读书人，把事情闹大了，总得有人抵命啊。其他人我不知道，郑兄当年就是因为贪腐所无没能入京，他甘愿留在荆州当个卓官，就是因为他说过，他这辈子最痛恨学问作家，绝对不能让学子重蹈他的覆辙。这种漂亮话你也信？现在好了，他死定了，你这也完了。可长公主认为，长公主认为又能怎样？长公主只是在借题发挥。你真当长公主在意这些小官的死活？她现在只是想要有人接她的话。朝臣们不理长公主，也奈何不了长公主。但你呢？你呀，哎呀，你完了！带走，用刑。是，大人，大人，小人冤枉啊！小人冤枉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小人冤枉啊！耿卫署奉长公主之命，提审荆州令史属官郑夏。大人，此案由廷尉来审，就算是提人，也需要很多手续的。廷尉府的那些手续我不懂，也不需要懂。我奉的是长公主之命，办的是长公主交代的差事。提人。是。嘿，监狱啊！你们改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耿卫署奉长公主之令办差，阻拦者以谋逆论处，格杀勿论。公子，拱卫署劫了廷尉府的大牢，我刚才知道消息，立即赶过去，看到廷尉府的武卫们躺了一地，拱卫署的人还带着郑夏招摇过市，还有京臣，他们闯进国子监江继久府邸，将正在宴饮的江大人所拿带走。江氏3代始祖，先帝见了都得礼让3分，这群莽夫简直要无法无天了。劫得好，公子你还夸他们？他们劫了人又能怎么样呢？搞得人心惶惶，怕不是明日就敢直接闯到我谢府来。哎，陆七啊，这案子就像这盘棋局，黑板久产，却无人敢破。郑夏只不过是各方势力妥协的弃子，如今长公主直排破局，局势越乱，对我们越有利。
不过邓大人该头疼。这世间最妙的棋手，从不必亲自落子。太傅今日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？殿下非要如此行事，纵容拱卫署当街捉拿朝廷重臣，劫持廷尉府要犯。本宫在查案，顺便查查太傅与这桩舞弊案有何干系？殿下这不是在查案，殿下这是在践踏朝廷的法度。殿下纵容拱卫署为所欲为。你说本宫无视法度，是你们对郑夏案中的疑点视而不见，是你们对刑讯逼供的恶行充耳不闻，更是你们对冤屈者的血泪置若罔闻。太傅想让朝臣们当本公主不存在，好，那本公主就用这个案子，让所有人都看清楚，看清楚你们是如何践踏法度，看清楚本宫这个长公主到底有没有权利过问朝政？今日这个案子，本宫查定了，不仅要查，还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殿下不要忘了，臣奉的是先帝遗诏监国。太傅是奉先帝遗命监国，本公主更是先帝亲自下旨封的镇国长公主。所以呢？所以，但凡有危害国朝清明之事，本宫都有权过问。荆州太守上奏：近日荆州城卫与拱卫署多次发生冲突，伤10余人。朝廷自会派人赴荆州安抚民心，拨乱反正便是。所谓拨乱反正，明显太傅这边是正，长公主是乱。拱卫署指挥使穆小曼求见陛下。拱卫署指挥使并非生朝官，岂能擅入大殿？还不速速退下！传穆小曼觐见。参见陛下。回禀殿下，臣奉命调查郑夏案，已经有了结果。真凶乃荆州令史池鱼，其案中售卖考题被发现，便想把郑夏当作替罪羊，不但指使衙役打断郑夏左手以毁灭证据，更暗中贿赂国子祭酒，与其沆瀣一气。这是池鱼和衙役的供状。如今案犯皆已押进楚都，等候发落。起来吧。诸位大人都听到了，也看到了，此案本不复杂，复杂的是人心。荆州士族子弟可以随意买卖考题，令史官可以肆意栽赃嫁祸，国子祭酒可以坐收贿赂，而一个寒门出身的清官，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可以随意碾死的蝼蚁。太傅大人，这位令史和国子祭酒，可都是您的门生。此事容后再议。臣请殿下做主，即可法办一干人等。他这是公然投靠长公主啊！一个小小的御史，竟如此大胆，敢跟太傅对着干！
准奏，朕下李氏舞弊案，所涉人员绝不孤宽，重点严惩。臣叩谢天恩。殿下这步棋下的妙啊！正下案一番，荆州3成的官员都要换血。太傅说错了，不是本宫的棋下的妙，是池鱼他们自己把路走绝了。殿下可知道，您今日斩断的可不仅是几个贪官，更是世家们100年以来心照不宣的规矩。规矩？是卖官鬻爵的规矩呢？还是官官相护的规矩？殿下，您除掉我的人，就不怕谢艳芳趁机做大？到时候只怕更难掌控啊！谢艳芳的事，本宫自有分寸。太傅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公子，朝中的2位斗得眼睛都快红了，您倒是在这做起情欲野鹤来了。提什么？这不才刚开始。陛下亲赐的小御史去了荆州，这一趟一定能查出个子丑寅卯。邓毅那边会不会有什么动作？咱们真的不插手吗？太傅若真的聪明，就应该知道这些都是弃子，在死局上纠缠，图耗力气。公子的意思是？还记得前些日子派去边军的监军吗？等着吧，好戏还在后头。狗屁监军，仗着朝廷给的令牌，整日在军中指手画脚，打仗的时候不见人影，现在又来耀武扬威。正因为战事要紧，才不能让这些庸庸之辈在这里霸权。顾监军，今日又有何高见呢？长平官军司马竟敢把虚实3客误记为虚实正客，这般草率，何堪大用？还请将军即刻将其革职查办，其直属上司也难辞其咎。真是火眼金睛啊！记错1刻就要革职，监军不如索性把他斩了，以儆效尤，这多痛快啊！哎，换防之事，切不可掉以轻心。这其中若是有什么疏漏，让那硕墨探子有机可乘，那这后果将由谁来承担？钟将军该不会想以战事紧急为由为其包庇吧？边军奖罚分明，该杀的一个不留。好，那我这个监军就放心了。不过，钟将军是长公主的心腹，可不要辜负她的期望。监军奉的是太傅令，可别忘了，头上还有一个天子。多谢将军提醒，告辞。狗仗人势的东西，仗着有太傅撑腰，在军营里一天到晚指手画脚。住嘴吧！要不是自己人出了纰漏，哪轮得到他嚣张啊？将军，长平关怎么办？这么要紧的地方，一时半会儿的，该派谁去啊？臭小子，总算回来了。监军擅权。殿下不必忧心，钟将军沉稳老练，谢将军又已赶回边关，边关乱不了。邓毅这次连表面功夫都不做了，定是铁了心的要动边军。殿下，我们得防着他的后手。他当然有后手，
这么着急换掉长平关的将官，为的不就是扶持自己人上位吗？但阿九已经回了边郡，这局棋的输赢，还轮不到他邓毅说了算。你小子到了长平关收敛点啊！现在多少双眼睛盯着边军呢？你就是放个屁，也会被人参一本。行了，别啰嗦了。这些事情我比你更清楚。倒是老钟你啊，这云中郡以后没有我帮你，自求多福吧。别嫌我啰嗦，我跟你说呀，你这冒进的毛病要是不改，犯了大错，就是你姓谢，也没人救得了你。我这一辈子，从来都是自己保自己。少跟我胡扯！我问你，你军令状是怎么回事？啊？朔漠王都他娘的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，你怎么杀他？他要是这么好杀，我10几20年早杀他800回了，还轮得到你？山人自有妙计。就你还山人？撤！但愿朝廷上那些为各自利益斗来斗去的人能知道，最大的利益就是击败朔漠。阿昭，我如今正在荆州，离了楚都之后，方才知道你在民间的声望甚极，荆州这里的女子们也都很熟悉你的事，所以我在这里又办了一次女子文会，足足比试了半个月。现在我正和大家将文会集结成册，过几日便送来给你看。你记得提墨宝，我定能卖出天价来。你派到荆州来的那位朱大人，我见到了，这段时日也一直留意着。他天天挨家挨户拜访这边的读书人，鼓动他们趁此举扬名，求功名，要借着这件事清查荆州官场，把那些贪腐的庸庸官员除掉，然后从他们中挑选充任。他说的这些话有理有情有义，还有利。荆州的读书人顿时就被点燃了。荆州当地官员原本还琢磨着怎么冷落朱勇，结果他到了荆州，连官衙都不进，便自有读书人为他劈山斩海。这个朱勇看着文弱迂腐，行事竟能如此不拘手段，倒是个可用之才。小乐云，听说你有急事要跟我说。阿昭，你还有心情在这荡秋千？啊，不对，我忘说了，见过长公主。别来这套虚礼，怎么又听到什么新鲜事了？我跟你说，现在满楚都都在拿拱卫署吓唬小孩子，说什么再不听话就要被拱卫署抓走了。街头巷尾人人都这样唬孩子，那拱卫署就算什么都不做，也变成了能指小儿啼的恶人。我知道，现在到处都在指责污蔑拱卫署，目的其实是为了污蔑我。我还知道这些流言都是从哪里来的，也都记录在册。那还不赶紧把他们全都抓起来？没有这个必要。要破除这个谣言，其实很简单，只要让人们知道，拱卫署不是能指小儿啼的恶人，而是替天行道的英雄。来，小乐云，我教你该怎么跟那些人说。荆州世子叩谢长公主护佑之恩，进献文之伞。荆州世子叩谢长公主护佑之恩，进献文之伞。你们看，那伞上的一块额布上好像都写着一个人的名字。是呢，这是荆州所有的读书人从自己衣袍上撕下一块缝制成的伞，是为了感谢长公主殿下。不是说荆州
被拱卫署闹得鸡血不宁啊，这怎么还感谢了？正因为长公主强令彻查，才揭开了这桩惊天冤案。若不是殿下出手，好人早已枉死，恶人依旧逍遥。高官们相互勾结，官官相护，只有长公主才能对付他们。可这不合规矩啊！拱卫署本无权查案，却又如此越权行事，那与那些贪官何异呀？以恶治恶，那都是恶。哎，我不懂什么规矩不规矩，我只知道替百姓伸冤，那就是青天大老爷。说的没错，我只知道一个道理：惩奸除恶的肯定是英雄，就是英雄。你看那个胆多漂亮！果真被阿昭料中了。这得有多少人啊？有绸缎，有粗布，说明这些人有穷有富。不仅名字，每个人都还在上面写了一句先生点言。阿远，你看这句：“强本而节用，则天不能平。”出自何处？作何解？姐姐，他们送伞来，又不是为了考教我功课的。小曼，朱勇这人给你做副手如何？那小子，看着文弱，骨头倒是硬得很，合我胃口。你终是要去边关领兵的，拱卫署日后要成为监察百官的利器，还是朱勇这样刚柔并济的人更合适？殿下说怎样就怎样，我小曼这辈子啊，就跟定您了。行行行，那咱们小曼先混个指挥使，再混个大将军。姐姐，明日朝会把这伞抬去，让官员们看看荆州学子对你的敬重，看谁还敢说三道四。阿宇，他们那些人不会因为看了这把伞而有所改变，而且这把伞本来也不是做给他们看的，是做给天下百姓看的。今日府上如何？这拱卫府又是去抓哪个大官呢？嗨，甭管是谁，他们抓的肯定是贪官。哎呀，两位客官呐，就快些吃吧，反正呀，抓不到咱小老百姓头上。是，姑娘说的是，说的对呀。长公主当场就命宫卫署去把少府寺围起来，账册很快就看出问题。湖州下汛的拨款从上到下被层层盘剥，本能一次就修好的水渠堤坝也年年翻修。杜甫成不仅在朝堂上将这账册捅了出来，还主动把与人私密的信件也交了出来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太傅也无话可说。而且少府寺肯定是要拔出萝卜逮出泥。但杜甫成自己也入狱了，他是图什么？疯了吗？他不是疯了，而是要拼的。还记得有一年太傅家宴上，有2个人因为儿女亲事吵了起来，其中一个就是少府寺长史田林，另一个就是杜甫成。之所以吵起来，是因为2家1年前议过一门亲事，便是田林的长子与杜甫成的独女。只可惜田家的长子不成器，杜甫成没看上，由此便惹恼了田家。年初之时，杜小姐外出遇到了马经，摔断了腿，自此便成了瘸子。是田家干的吗？杜小姐外出之时，确实遇到了田公子，但是不是田公子干的，就没有证据了。田林虽官职比杜甫成低，但却与太傅走得更近。杜甫成就算告到太傅那儿也没用，田林给太傅的钱，可比杜甫成多得多了。太傅这个人，行事格外公正，虽然罢了田林的官，但也难解杜甫成心头之恨。经过这几番的较量，邓毅手下门生折损过半，朝堂之上的格局已然是天翻地覆。但是田家和杜家的这些私事，长公主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他如今手中有拱卫署，从今以后，我能知道的事，他想知道也定能知道。他这一手玩得漂亮啊！
他闹了这么一出，是觉得这样就能在朝堂上做主了吗？得了民间的赞誉又怎样？百姓又不能上朝堂议政。有了民意做基础，又打压了邓毅的势力，他终于有跟我对弈的资格了。咱们也是时候让长公主知道，这朝堂之上，不止他一个起身。公子的风寒养了这些时日，也该痊愈了。九弟如何了？已至云中郡，正赶往长平关。咱们谢家最能咬人的狼，能不能咬死硕魔王，可就说不准了。今年岭南的新茶口味不错。太傅好雅兴啊！长公主，这场戏你演的可还过瘾呢？太傅好雅兴呀！朝堂上装的道貌岸然，背地里却纵容门生贪腐舞弊，真是一出好戏。彼此，您救郑夏，不也是为了收买人心吗？萧南之围后，谢艳芳掌控了半数禁军，连陛下都对她深信不疑。太傅门生再多，但要撼动谢家，怕是也有些难度吧。长公主深夜前来，就为了说这个。谢艳芳若得势，第一个要除掉的，就是你这位监国太傅。但与本宫合作，至少还能挣扎求生。那你想让我做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在朝堂上扮演一位想置我于死地的对手。你就不怕我假戏真做？若是太傅想的话，也可以试试。当然，本宫也会不遗余力地还手，务必让谢艳芳看不出破绽。臣最近在研究沉香，长公主可知这沉香的最妙之处？看似温润，实则入火则烈，就如同这场戏一样，既要演得逼真，也要留3分余地。太傅是聪明人，知道该怎么选。太傅这场戏演得极好，确实好。本官实打实地折进去了自己的重要门生。太傅的付出会有好结果的。哼，何时？太傅还是早些歇息吧。大人与长公主合作至今，怎么一点好处都捞不着？好处？别把自己说进去就不错了。只可惜啊，这局棋容不得我退了。殿下，荆州舞弊案一干人犯已全部缉拿归案，按律严办，不必留情。殿下，奴婢方才给谢将军起了一卦，烈火冲天，恐有血光之。本宫不是说过，不许为他起卦吗？我就是一时技痒。当本宫的禁令是儿戏吗？孩童上至病臣，你殿下别担心，离火卦象也可能是大劫之兆。木生火势，谢将军用兵如神，定能逢凶化吉。殿下别生气，奴婢再也不给谢将军起卦了，真的，我保证。阿乐，对不起，
我不应该对你发火的。奴婢知道殿下也是关心则乱，是我不好。眼下形势未明，我实在是怕。殿下别害怕，方才那卦问是瞎起的，肯定不准。谢将军一定会平安回来的，我们殿下还等着他呢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月神在上，信女阿昭，唯愿阿舅平安凯旋。断肠苦事残烧，衔泥沼，平遥生云霄，摘下傲骨血肉成鞘。星火在风起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深愿低头求饶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欲渡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信我道。无需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宫阙九重暗角，只为与人笑，纷纷扰扰，人间惊鸿把你照照。星火在风息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深渊低头求饶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欲渡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信我道。无需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